哪儿跑？命运，灵魂冲击！我会带领日月帝国大军，踏平原属斗罗大陆3国，一统天下。今天之后，我会不惜一切阻止你。阿泰将继承我的位置，成为极北冰原之主。任何违背极北冰原规矩的存在，都将是我的敌人。妈妈，那我呢？小白，你是我的家人，以后就一直跟着我吧。我能感觉到，你距离瓶颈已经不远。这次的瓶颈凶险异常，你突破的几率不足30%。跟着我。你或许有另一条路可以走，另一条路，一条成神之路。冰是水之坚硬，柔和的水滋润万物，是生命之源。但冰却可以令生命完结。天梦，我感觉雪女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。她本是天地间孕育的生灵，是超脱人与魂兽概念的存在，而现在她似乎多了一丝感性。他与宇浩的融合，比我们2个更深。要知道，伊老可是比肩神奇的存在。他燃烧神石，促成雪女与宇浩融合，让2者血脉相连。这是我们所没有的。爸爸，也许从心底里，雪女就是将宇浩看作爸爸的吧。水和冰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不只是温度的变化。更是生与死之间的转变。绝对零度是运动的极限，生命的终点。冰水转化亦是生死的轮回。谢谢你，雪女。终于领悟到了空冰之法的真谛。恭喜你，爸爸。想不到极致之冰的真谛，竟与亡灵魔法殊途同归。我们该出发了。团长、副团长，目前已探明总计12条矿脉，矿脉纵横交错，储量各不相同，但无一例外都是品质相当高的稀有金属。其中有2条矿脉出产的稀有金属更是特别珍惜的品种。很好，继续挖掘，不惜一定程度的浪费，要用最快速度将这些矿脉全部开采一空。是。半个月了，营地附近平静的有些奇怪。难道他已经离开？还是……暴风雪预警！快！快啊！全师小心，这场暴风雪不太对劲。
受潮，是他。快，全军准备迎战！将他们赶出极北冰原。快启动联动防御护罩！第一、第二大队进入阵地，重炮轰击受潮。第一小队解决他。第三、四预备役，维持联动护罩，集中火力攻击天空，不要管地面的敌人，向空中攻击。全力破坏他们的防御护罩。休想得逞！尝尝老身的9级远程魂导器！凤翼天翔！听雄会星雨。冰壁帝皇先帝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在玄女2次点破后，我的极致之兵有了质的升华。小贼敢尔！全军听令，集火！这极寒之地大大限制了火凤技的威力。八角玄冰右腿骨技能，八角万象刺。第5魂技，九天神火。回我9级魂导器，第6魂技烈焰羽翼，我要你们赔葬！我的极致之兵不是你的半吊子火焰能够抗衡的。
黄金。冰暴霜。这是一次警告，人类离开极北之地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下一次，我们将不会手下留情，一切生命都将被冰雪同化。团长，团长，你在哪里？蓝凤奶奶，这是我执掌火凤凰魂导师团以来第一次彻底的大败。团长，军队死伤无数，魂导武器尽毁，辛苦开采的稀有金属也都被一扫而空。但我绝不会放过这场突袭的幕后黑手霍雨浩。你够狠！别再落到我手里！好一场大胜，爽！那个人类女性的武器真的厉害。我都做了准备，还受了伤。这就是外公你说过的魂导器吗？有话好好说，能不能别叫我外公？妈妈叫你爸爸，你不就是我外公吗？外公，外公，外公！怕了你了。原本我还不相信人类能够研究出什么对付我们的武器，看来我真的是井底之蛙了。人类竟然已是如此强大。这只是一支先遣队，日月帝国真正的底蕴还远远没有亮出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在突袭之后给他们个教训就撤离的原因。正面对抗，我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这次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请您代我向雪帝问好。阿泰，他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极北冰原之主。雪女，极北之地的魂兽比之星斗大森林更为团结，核心力量甚至不逊于星斗大森林的5大凶兽，难怪你能在极北冰原建立一方乐土。你还没有见过星斗大森林真正的核心力量。难道上次发动兽潮的5大凶兽，还不是他们的核心力量吗？你对兽神帝天的认识还远远不够。他不只是统御着星斗大森林，本身更是我们魂兽共主的代言人。如果他真的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对付你们人类，那就不是一个星斗大森林暴动了，我们极北冰原也要接受他的调遣。到了那时候，就是玉石俱焚的局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帝天是你们魂兽共主的代言人？魂兽共主是谁？只有我、帝天、邪帝这种生命悠长的存在，才知道共主的存在。我们魂兽共主本来就是神，龙神。龙神？他还活着？龙神是最早诞生的魂兽，在神界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神位，并育有9子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龙神陨落。陨落后，龙神分裂为金龙王与银龙王2条龙，二者各擅胜场，却都无比强大，纵横于斗罗大陆之上，共同统御着我们魂兽世界。后来，斗罗大陆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劫难，在这场劫难中，整个龙族共同对抗劫难。
最终几乎全都死在了那场大劫之中。帝天就是大劫之后硕果仅存的强大龙族，所以我会说，他是魂兽共主的代言人。金龙王和银龙王还存活着吗？也许只有帝天知道。妈妈，外公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和你说的那个史莱克学院吗？原路返回只会跑进日月帝国的埋伏圈，所以我们要横贯极北之地，先前往天斗城，然后绕道返回史莱克学院。天斗城，他们的发源地，在那里可能会遇见一位故人。好爽，好爽，真是太爽了！外公，我不想走了，这里真是太舒服了。你要是常住下来，还不把这里的仙品药草吃光了？不是吧？它们闻起来好香。我有更好的。我在玄冰水。快走吧。外公对我真好。悠悠，后会有期了。下次别带他来了，太可怕了！秋秋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我们开采了大量的冰级神晶，但开采期间，日月帝国突然来了一支军队，驻扎在龙城外。宇浩让我先将这个带回，自己去探查龙城外的那支军队了。在龙城这个苦寒之地投入大量的人力，日月帝国一定有什么图谋，但这不是他以身犯险的理由。秋秋，你先把冰结神经送到轩老师那里，我去把宇浩带回来。我去吧。梧桐，正好有一些事情，我想找霍宇浩确认。好，秋秋，你把龙城的具体位置跟梧桐说一下。以霍宇浩的头脑，肯定是不会原路返回的。他此刻应该在。天斗城，曾经的天魂帝国国都，现在已经完全被日月帝国控制了。他们就是在这里建立发展起来的。这里是一切的源头。小雅老师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帮你把咱们唐门的发源地夺回来的。小雅老师，你在哪里？这座皇宫内布置了大量监测用魂导器，若非命运之眼将精神探测的感知提升到最敏锐状态，我也抓不住监测魂导器露出破绽的瞬间。天斗城是天魂帝国国都，
也是消亡于历史长河中的天斗帝国的首都。占领这座城市，对日月帝国意义重大。留守此处的负责人应该地位尊崇，并且圣灵教也会派人进驻天斗城。萧亚老师是圣灵教圣女，又是天斗城出身，按理说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冰雹术，冰雹术有瞬时和蓄力两种引爆方式。瞬时引爆的优势是猝不及防，而蓄力能够将爆炸的威力提升到最大。可以了。前面就是皇宫的中心区。命运，精神探测。1道、2道，至少有3道精神屏障。来了！好啊！哼，怎么还不追来？太纯的虎，连调虎离山都调不上来。也罢，多释放些精神力气息出来吧。顺着他的精神气息找，他跑不了。来了，一个魂斗罗，一个封号斗罗。这个魂斗罗是精神系的，他比封号斗罗的威胁更大。高爆魂导炸弹，激活！我的猎物，你去哪儿啊？混蛋，他逃了。可惜他遇到了我闻到你的气息了，追！对他！大喊无血！接着跑啊！这是要垂死挣扎了吗？第6魂技，幽海猎魂爪！三香狼猿魂骨技能，瞬移！居然还会瞬移！脚下是什么？怎么有一股寒意？救我！不好！想跑已经迟了。冰雹术！我的腿！水眼长老。你俩不要靠近！这爆炸让我想起了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。天斗城是万年古城，战略要地，红尘堂主，你我承蒙陛下器重，担任着天斗城正副城主。如今遭到偷袭，这责任我们可都担待不起呀！竟敢当面向老夫施压，这圣灵教是越来越嚣张了。温度骤降好多，
觉有问题。红尘堂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明德堂可没有这种大范围急剧降温的魂导器，我亲自去看看。调虎离山城了。刚刚放开精神探测扫描皇宫，发现宫内只有3名封号斗罗，已经全部被调出，唯独的1名精神系魂斗罗也在刚才被击杀，可以继续深入皇宫内部寻找萧雅老师。小白的修为相当于96至97级超级斗罗，单独面对惊鸿尘，全身而退不成问题。我可以放心潜入皇宫了。好冷啊！这种程度的降温，至少也是封号斗罗的手笔。我们真的要掺和进去吗？少废话！精神探测扫描了整个皇宫，都没有萧雅老师的身影，看来必须要抓个舌头，精神干扰。你是什么人？敢挡我的路？魂圣，那正好。休想逃！受死！第4魂技，鬼哭噬心。第7魂技，灵眸真身。这是哪里？我的头好痛啊！蛇都抓到了，赶紧撤！不好！没想到会是你！如果不是溪水告诉我你的存在，真是难以相信。这么短短几年时间，你竟然已经成长到如此程度了。我也没想到，在这里竟然能见到您，龙前辈。凝聚第1魂核后，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龙逍遥的强大。他的出现，已经断绝了我一切可能逃跑的路线。年轻人，上次你我之间的赌约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那次你就给了我一些惊喜，此刻的你，带给我的惊喜却更多。你已经是魂圣了，而且距离魂斗罗已经不远。穆兄真是收了个好弟子啊！请不要提我的老师，如果老师还在，一定会羞于与你为伍。老一辈的事情，你们年轻人不清楚的。哼，我是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你助纣为虐，圣灵教若无你的存在，会如此肆无忌惮吗？如果日月帝国统一了大陆，恐怕全人类都要成为圣灵教的奴隶。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吗？你以为邪魂师天生就是邪恶的吗？
每一位邪魂师几乎都是可怜之人，他们都不知道受过多少苦难，这才造成了性格上的偏激。可怜，别人我不知道，就说死神斗罗叶溪水吧，明斗山脉一招死神塔，就引千万军民瞬间殒命，这可是我亲眼所见。死神塔不仅杀人无数，更以上万灵魂滋养，他根本就是人间魔王。我早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为了溪水，我愿意做任何事，譬如杀了你。